美國最近密集啟動金星探測，到底是為什麼呢？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幾年全球航天界，尤其是美國和歐洲，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密集啟動多項金星探測任務？這背後究竟是純粹的科學好奇，還是隱藏着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呢？事實上，我們正身處一個金星探測的復興時代。回顧歷史，金星曾是美蘇太空競賽的焦點，但隨着探測器在極端環境下屢屢受挫，以及火星宜居潛力的凸顯，金星一度被冷落。然而，科學的魅力在於永不停止的探索。進入21世紀，特別是近年來，一系列新的發現和技術突破，讓金星重新回到了聚光燈下。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源於對舊數據的重新解讀。就在前2年，科學家們通過對30多年前麥哲倫號探測器雷達數據的深入分析，不僅在金星表面發現了大量地質活動證據，甚至有研究指出金星可能存在活躍的火山活动。更令人振奮的是，通過高分辨率雷達图像，研究人员還在金星表面下發現了高度暗示地下熔岩管存在的地形特徵，如塌陷链。這些直徑可達数公里、綿延数百公里的地下空腔，不僅為未來的金星探索提供了天然的屏蔽，抵禦極端的高溫和高壓，更引發了關於其潛在生物學意義的遐想。正是這些突破性的發現，極大地激發了新一輪金星探測的熱潮。為了深入探究金星的奧秘，美國宇航局 NASA 已經部署了2項雄心勃勃的核心任務。首先是達芬奇任務 Da Vinci。這項任務計劃於2029年發射，預計在2031年抵達金星。它的全稱是金星深層大氣、稀有氣體、化學及成像調查。目前，達芬奇任務正處於緊張的開發階段，各項科學儀器和探測器本體都在緊鑼密鼓的測試中。這項任務的核心是派遣一個堅固的下降探測器，勇敢地衝入金星那濃厚而腐蝕性極強的大氣層。在它被極端環境徹底摧毀前的短短1個小時裡，它將利用其搭載的高靈敏度原位質譜分析儀，可以理解為電子鼻，竭力探測大氣中的各種成分，尤其是氦、氖、氩等稀有气體。科學家們深知，這些气體的比例如同行星的 DNA， 能夠揭示金星在幾十億年前是否真的擁有過海洋。此外，由於金星濃厚大氣的極端折射效應，達芬奇任務的下降探測器在進入大氣層末期，還將面臨巨大的成像挑戰，但其搭載的先進光學系統仍將嘗試捕捉金星地表的近距離圖像。達芬奇任務旨在精確測量金星大氣層的組成，幫助我們理解金星的形成、演化歷史，以及它為何會走向與地球截然不同的命運。緊隨其後的是 NASA 的全球測繪師維利塔斯任務 Veritas。這項任務計劃於2031年發射，預計在2032年抵達金星軌道。目前，維利塔斯任務的雷達系統和科學載荷正在進行集成測試，以確保其能夠穿透金星厚重的雲層，為我們繪製一套前所未有的全球高分辨率3D 地形圖。金星的地表對我們而言依然是半遮半掩的，充滿了未知。維利塔斯任務的目標是清晰地揭示金星是否仍有活火山活動，以及其內部的板塊構造是否依然活躍。通過精確測量金星的地形、地質特徵和重力場，維利塔斯將幫助我們理解金星的內部結構、熱演化歷史以及當前的地質活動。這對於理解類地行星的演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除了 NASA 的官方任務，歐洲空間局 ESA 也與 NASA 緊密合作，推出了其旗艦級金星探測任務遠景號 Invasion。這項任務的發射窗口預計開啟於2031年，同樣預計在2032年進入金星軌道。目前，遠景號的航天器建造合同已於2025年1月簽署，各項科學載荷和平台系統正在加緊研制中。遠景號將搭載先進的雷達、光譜儀和無線電探測設備，對金星進行從核心到大氣層的全方位探測。它的核心科學目標包括研究金星的內部結構和地質活動，探測其大氣層的組成和演化，以及尋找金星表面和大氣層之間的相互作用。
遠景號將與維利塔斯任務形成互補，共同為我們描繪一幅前所未有的金星全景圖。此外，還有一項由私人航天公司火箭實驗室主導的先鋒任務，名為晨星任務 Morning Star。與 NASA 和 ESA 的官方旗艦任務不同，晨星任務以其小巧、快速和專注於特定科學目標，如尋找雲層生命跡象的特點，展現了商業航天在深空探測領域的獨特活力。這項任務顯得尤為激進，計劃在2026年夏季，也就是今年，發射一個小型探測器。目前，晨星任務的探測器已進入最後的組裝和測試階段，其核心的 HEET 極端環境隔熱盾技術也已通過多項嚴苛測試。HEET 是一種革命性的三維編織碳纖維材料，其獨特的密度梯度設計使其能夠在金星大氣層高壓和超高溫可達約2800攝氏度的極端條件下，有效抵禦燒蝕和剝落，為內部載荷提供前所未有的保護。衝入金星雲層後，它將利用激光探測雲滴，尋找有機分子的熒光信號。這裡要提一下，還有人還記得前幾年關於金星雲層中發現磷化氫的爭議嗎？磷化氫在地球上通常被認為是生命活動的產物，儘管當時科學界對此爭論不休，但最新的觀測數據顯示，金星雲層裡不僅可能存在磷化氫，甚至還可能有氨气。如果這個小型探測器真的在那些酸性雲朵裡捕捉到生命的跡象，那麼我們對生命本身的定義，乃至宇宙中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可能都將面臨重新審視。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金星如此危險，探測難度如此之大，為何全球航天機構，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卻選擇在這個時候密集地投入資源呢？這背後有幾個核心的科學驅動力，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正是系外行星研究的反饋。目前我們發現的6000多顆系外行星中，許多類地行星在大小和質量上更接近金星而非地球，這使得金星成為了一個天然的實驗室，幫助我們理解這些系外金星的宜居性潛力以及行星演化的多樣性。金星正成為我們理解類地行星演化分岔路口的關鍵，它告訴我們，並非所有與地球相似的星球都能走向宜居。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最近密集啟動金星探測到底是為什麼呢？歸納一下，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地球的失控鏡像與行星宜居性研究。金星與地球在大小、質量上幾乎一致，堪稱一對雙胞胎。然而，如今的金星，二氧化碳佔據了大氣層的 96.5%， 表面溫度高達475攝氏度，大氣壓強更是地球的92倍。這與其說是一顆行星，不如說是一個天然的超大型溫室效應實驗室。研究金星，某種程度上便是在研究地球的未來，理解金星如何從一個可能宜居的星球演變為今天的煉獄。對於我們預測和應對地球氣候變化，以及理解行星宜居性的邊界至關重要。金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自然實驗室，去探索極端溫室效應的機制。二、尋找生命跡象與宇宙生命普遍性。儘管金星表面環境極端惡劣，但其上層大氣層約50至60公里高空的溫度和壓強相對溫和，甚至存在液態水滴。如果磷化氫和氨气等生物標誌物被證實存在，那麼金星雲層中是否存在某種形式的微生物生命將成為一個顛覆性的發現。這不僅會改變我們對金星的認知，更會深刻影響我們對宇宙中生命普遍性的理解。三、技術進步與國際合作。金星探測的復興也得益於航天技術的巨大進步。耐高溫電子設備、極端環境隔熱材料以及先進的雷達和光譜技術，使得探測器能夠更好地應對金星的惡劣環境。同時，美國與歐洲之間的緊密合作也使得這些複雜而昂貴的任務得以實現，共同推動人類對金星的認知邊界。金星，這顆曾經被誤解和遺忘的姊妹星，正重新回到舞台中央。它不僅僅是一個科研目標，更像是一面活生生的教科書，為我們揭示行星演化的殘酷真相。
美國和歐洲密集啟動金星探測，正是為了在這些謎團中尋找人類自身的答案，並為我們理解宇宙中的生命和行星宜居性提供寶貴的線索。可以說，金星將定義我們對銀河系中宜居世界的最終標準。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哦。